美国海军上将说太平洋演习不是针对中国的，但专注于保卫台湾。如果这都不算针对，那还要怎么样才算得上是针对？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塞缪尔·帕帕罗最近就7、8月间将进行的2022环太平洋军演接受了媒体采访，说了几句冠冕堂皇，同时又锋芒毕露的话。环太平洋军演每2年一次，中国呢以前曾经收到过邀请，也参加过，但是2018年中美关系快速恶化之后，美国就不再向中国海军发出邀请。这次演习呢，美国官员表示，虽然不会邀请中国海军参加，但是多国演习并非专门针对中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其实这是一个各个国家都很习惯使用的外交辞令，比如我们的一些导弹试射还有演习之后，也会宣布这些个试射、这些演习不针对任何国家，这是一种必要的政治表态，目的在于通过解释不给其他国家曲解放大的机会。不过，美国太平洋舰队这位司令的话都不用其他人曲解，一边说不针对中国，一边马上又说了一句，他说环太平洋军演旨在提高国际联盟在适应用于台湾2027年情景的领域，包括两栖作战和远程打击这些领域的熟练程度。话说得很绕，但是可以琢磨一下，台湾到了2027年会有什么样的情景？需要美国来适应一下两栖作战还有远程打击这些领域。如果说这还不是针对中国，那什么才是针对？塞缪尔说保卫台湾不是针对中国，也是明显把中国和台湾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割裂，本质上说明美军这一部分人的潜意识里是实实在在支持台湾独立的，甚至是默认台湾已经非正式独立。那么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不管是谁，这种把台湾当成一个独立国家的思维方式，都将是一场影响全人类的高强度、高烈度战争的最根本起因。其实，台湾问题上，如果美国想得明白，后退一步，能够主动接受中国的统一和崛起，其实美国并不会像他们担心的那样遇到中国更强烈的挑战，因为一个良好的态度更容易换来中国在更多问题上的合作。也就是我们中国政府一直说的合作共赢。美国到今天所坚持的也根本不是为台湾的自由，而是本着美国一贯的现实主义外交思维方式，或者说是一山不容二虎的思维方式，认定美国不能始终牢牢掌握这个世界最高权力位置的话，一旦滑下来会摔得更惨。而在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快速发展、紧紧追赶的状态下，美国就只能想办法用各种手段争取从源头上截断中国的发展动力。比如说，最近要求荷兰的阿斯麦公司停止向中国出售各种光刻机。更狠的招数还包括让中国的科研单位无法使用最尖端的工业设计软件。另一方面，就是要通过各种国际事件、国际团体，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参与对中国的孤立。塞缪尔上将显然也希望这次2022环太平洋军演能够让更多国家加入这个孤立中国的行列。但是这次军演参与的国家有26个，其中恐怕也只有日本会是努力配合美国的大战略了。澳大利亚换了工党政府之后，虽然口气上好像没有什么明显变化，但是诚实的身体还是把一些想法透露出来。至于其他国家，恐怕更没有利益帮着美国和中国死磕。大家都知道，虽然太平洋足够大，但是中美两国如果全力碰撞起来，不自觉的花花草草们一样会被击碎。其实我们现在不用关注其他国家，盯死最关键的几个就行。而且呢，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不被个别事件打乱阵脚，抓紧时间发展我们自己的科技、军事、经济实力，去改变现在的力量对比。只要我们稳扎稳打，不冲动，不犯低级错误，把水平提升起来，慢慢的就一定能把对手淹死。好，关于美国太平洋司令的言论暴露了美国什么样的外交理论，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见。